刚问你拆成2个，一个是它没有配息啊，也不会像 ETF 可能会短时间大涨。那我们投资它干嘛？其实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比如说，在我们假设你手上有100万的资产，我就会鼓励大家至少要拿10万到15万去买实体黄金。它是一个资产配置的概念，就是黄金可以成为各个投资人手上，你只要一直长期持有它，它基本上长期就是涨价。好，你如果持有之后你发现赔钱，只是因为你抱得不够久。你只要抱得够久，黄金从过去几十年来它就长期涨价，而且它还有刚刚保险的功能。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看一本书，叫做《黄金如何驱动世界》。这本书讲了很多有关黄金的故事。像我念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念，我只知道在某个时候，在1970年还是80年代，有金本位制，然后转成非金本位制，造就了美元的霸权这样子。可是里面的故事到底怎么样？我其实那时候就翘课或是很想睡觉，都没有听清楚。但这本书补充了我很多当时栩栩如生的故事，我很喜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知名的 YouTuber 卡尔先生一起跟我们读这本书。那我虽然有在投资，可是对黄金真的很陌生，所以今天好好来跟卡尔先生请教一下，就说理财新手真的需要了解黄金吗？黄金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请卡尔先生先自我介绍一下。 OK， 有这个各位理财小时候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卡尔先生。我本身算是一个 YouTuber， 那也比较特别啦。我其实在电子业工作，然后大概6年前开始边上班边经营 YouTube 频道，然后那个时候经营 YouTube 跟 Facebook 就是只是出于想要帮助更多的投资人，对，跟我们的节目的，那你这个副业其实经营的很好啊。对，所以我在去年下半年就离开了电子业的主业，然后全力经营频道。OK， 对。那我们来聊聊黄金了。好，我对黄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战争就会涨，那股市大跌它也会涨，通膨很严重它也会涨。对，可是我就为了访问，我去打开黄金的那个价格，我发现其实不是最近伊拉克打仗，其实黄金一开始是有跌的，所以黄金到底是怎么样？黄金的涨跌的要素到底是什么？跟我平常的印象不太一样。我觉得最主要决定黄金会涨跌，以前真的是战争的时候，人家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可是最近这2年呢，为什么？因为黄金涨得太厉害了。它等于是说战争，尤其乌俄战争发生之后，在后来可能中东战争还没发生之前，就开始一直大涨。那所以反而呢，是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呢，就很多的有钱人大量抛售黄金套现。2月底这一波为什么黄金会大跌？其实最主要原因来自于中东，因为全世界20%的黄金都是在中东交易。然后那个时候一打仗的时候呢，那很多的有钱人在杜拜嘛，因为过去快10来年的时间，杜拜吸引了全世界非常多有钱的人在那边设立家族办公室，不管是从亚洲的、欧洲啦、世界各地。然后当他们看到帆船饭店也被炸的时候，对，他们不对了，就赶快套现所有手上能套现的东西。那个时候呢，黄金就是最容易套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短时间就大量的抛盘出来，然后再加上前阵子涨太多，有很多的杠杆资金在里面，所以才会引发黄金非常大的杀跌。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在历史上来看，其实是战争，严格来讲，只要每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黄金是涨的比较多，跌的比较少，只是这一次只是因为先涨在前头，才会跌下来。对黄金真的很陌生，像我买股票买高股息 ETF， 我可以知道，就我买了以后它配息给我嘛，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比如说换成殖利率大概是多少，对。可是黄金放那边10年以后它还是那样子啊，对。但为什么黄金会有价值？它的价值在哪里？然后我去看黄金的 ETF 啊，然后0050的报酬率也比它好，然后说买黄金的理由，就是对投资人来说，黄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黄金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金融资产里面信用最高的，它的信用甚至高于各国政府，高于美国政府，高于中国政府，高于任何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大概5、6年来一直鼓励观众朋友们要投资实体黄金。回答您刚刚一个问题，黄金对于投资人最主要2个功用。一个是呢，它有保值的功用，对，怎么说叫保值呢？比如说30-40年前，你1盎司黄金可以换10桶原油，到现在还可以换12、13桶，所以它长期呢，基本上黄金长期对所有的一些物品是涨价的。所以像
因为我们换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变更多，对，所以其实黄金某种程度可以说黄金涨价了更多这样子。对，比如说童年的时候，那时候一碗面可能10块钱嘛，现在一碗面没有60-70块买不到，可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一样是黄金可以换100碗面，现在可能换更多100多碗面，所以其实黄金对于投资朋友而言，你只要长期持有，它事实上是长期会增值，长期保持你的货币购买力，就是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可以买到的东西是一样多的，那第二个当然，中短线操作的朋友来说，黄金还可以赚到价差，它第一个有保值的功能，价差功能，还有最重要一个，它还有保险的功能，就是万一发生很多天灾人祸的时候，股票可能会跌，债券可能会跌，可是那个时候黄金会暴涨，对，因为当发生一些很严重的灾害或者是战争等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甚至连政府的信用都发生问题的时候，那黄金的信用比政府的信用还高啊，那个时候大家会追涨黄金，所以黄金还有一个保险的功能，通膨的角度来看啊，所以像很多人都鼓吹，就是说，其实为了要防止通膨，如果你钱不投资的话，你可能就是你也是会损失，不是投资会损失，你不作为也会损失。对，好，那卡尔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黄金真的是长期上涨吗？历史上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它其实是下跌的，就是它真的是一路向上不回头这样子吗？还真的有。我跟你讲哈，其实呢，每一次呢黄金大跌的时候，你去看人类历史上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的货币霸权的时候。对，所以像上次黄金连跌10几年的时候是什么？苏联解体那个时候。然后因为美元跟黄金一样，它们有同样的属性，所以美国一定想要打压黄金。当全世界没有人可以跟它争锋的时候，就会被它打压下来。所以未来黄金会不会上涨？其实看一件事情，就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未来几年内美国是会越来越强大，还是越来越走向往下衰退？挑战越来越多。如果它是往下衰退，挑战越来越多，那黄金就还没涨完。那如果有一天呢，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元霸权的时候，可能又是黄金要走跌好几年的时候了。那个新闻都在写说，不止中国，各个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去美元化，对，都在存黄金，挑战者很多。对，就是现在事实上，在去年2025年底，全世界各国央行持有实体黄金的总市值已经超过美国国债了。所以世界各国央行已经用脚投票，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债的数量已经小于世界各国持有的黄金的总数了。所以这个就很明显，这个趋势看来短期之内是不会逆转。所以未来几年仍然是实体黄金继续上涨的年头。对，国际形势看来就是跟黄金是有大的关系这样子。对。那其实像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就是0050、006208这些 ETF。那黄金的ETF 我看它的报酬率其实是没有赢他们的，所以其实投资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然后我刚刚也有注意到你讲的是说要投资实体黄金，要投资实体黄金，跟我看的黄金的 ETF 是不同的东西。好，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件事？好，我们先有志哥刚问你猜成2个，一个是它没有配息啊，也不会像 ETF 可能会短时间大涨。那我们投资它干嘛？其实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比如说在我们假设你手上有100万的资产，我就会鼓励大家至少要拿10万到15万去买实体黄金。它是一个资产配置的概念，就是黄金可以成为各个投资人手上，你只要一直长期持有它，它基本上长期就是涨价。好，你如果持有之后你发现赔钱，只是因为你抱得不够久，你只要抱得够久，黄金从过去几十年来它就长期涨价。而且它还有刚刚保险的功能，等于说在我们资产配置里面其实要有这一个部分。OK， 就是说你讲到要我去投资产配置10%，然后黄金在里面嘛，那我就想说我就买黄金 ETF 吧。可是你刚刚讲到是实体黄金，我就觉得很讶异，实体黄金是要放在身上挂在脖子上这样子吗？我其实就把黄金分成2种，一种就是实体的，就是你碰得到，然后你可以拿在自己身上，那个叫实体的，其他通通叫虚拟的。那实体黄金跟虚拟黄金有一个最大的差别。现在我有统计过，现在全世界所有黄金 ETF 啊、纸黄金啊、什么黄金价差交易、CFD 等等，期货之类的，对，期货之类。假设它全世界交易量有100亿美金好了，事实上这100亿美金，你知道只在交易多少吗？它只建立在10亿实体黄金身上，等于100倍。所以也就是说
100倍里面有99是在玩虚的。我懂意思。对，不管是黄金 ETF、纸黄金、黄金期货，它都是什么？它都是某个公司的债务。虽然他跟你说他背后有黄金 backup， 你可以跟他领，你去领看。好，除了台湾银行可能领得到之外，其他大部分。大部分你真的要跟他领实体黄金，你是领不到的。所以严格来讲，就是有100元、有100块的这个虚拟黄金的交易，只建立在1块钱的实体黄金身上。那么在乱世来临的时候，万一这100块钱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比如说3块钱、4块钱的 ETF 突然发生挤兑，大家不要它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会有一个火烧连营的效应，会整个100的这个虚拟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然后钱会跑去抢实体的。虚拟跟实体的最大差异在这里。那对各位投资朋友而言，我鼓励的是大家要持有是实体黄金，因为只有在你手上握有这个东西，它才能长长久久5年、10年、20年、30年都保持它的价值。可是只要是黄金 ETF 或纸黄金，它其实只是某个公司或某个政府的信用而已。如果那个公司或政府出事情，手上这个 ETF 跟纸黄金它是会变成废纸的所以对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而言，实体黄金是长期持有，5年、10年、15年，一直到可能交给下一代。那黄金 ETF 或纸黄金不是不能买，那个对大家而言就是在做价差用。可能买入之后1-2年、2-3年有赚钱卖掉那一种。可是你要长期持有5年、10年以上的，就是实体黄金。所以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刚刚我们提到，就是黄金其实要做资产配置，对，要能发挥它资产配置的效果，去抵抗通膨，然后抗风险，然后如果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也可以挡得住。要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保险。就是实体黄金，只有实体黄金有保险效果，其他的 ETF、CFD、纸黄金它是没有保险效果。有人就跟我问，那我在台湾银行也可以啊，台湾银行都可以领出来啊。我冒昧的讲一句话，这个讲的有点不太贴切，我只是形容一下。哪一天有颗导弹在总统府爆炸的时候，你去跟台银领黄金，看你领不领得到。我跟我的小编有研究过，在这100年以来，有7到8个国家在发生最极端状况的时候，国家都曾经发布命令，强制征收民间的实体黄金。美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在1920几年、1930几年，一道行政命令出来说，要求整个美国人用1盎司10几块钱卖给政府。握有实体黄金的人算是违法。可是你知道吗？等到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交出手上的实体黄金，确实，所以他可能就会去银行里面征收那些存在那边的黄金。对，当政府的信用真的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投资人如何自保？就是实体黄金。可是我会想说，我放实体黄金，我可能放在家里保险箱嘛。就如果我买了很多黄金，我不可能挂了满脖子金链子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放在家里保险箱。家里保险箱会招小偷有时候是不是外贼还是家贼把你，比如说小孩子他说他不知道要干嘛，然后知道爸爸的那个密码是什么，就把它偷走，这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刚刚讲了很多观众其实一直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第一点，人家说财不露白，你买黄金之后呢，如果可以，最好连你的另外一半都不要让他知道，或者你够信任他，你可以让他知道，然后藏在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其实真的不要告诉人家你有在买这个东西。他真的会丢彩掏了，他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其实因为数位时代会有那个数位黄金，就是比特币嘛。大家也常说比特币有类似的功能。然后就是如果我们比喻实体黄金的话，他们那个比特币是放在自己的冷钱包里面，然后放在皮夹里面。哇，那个不管你有多少比特币，冷钱包都长一样大。对，那你对这种数位黄金有什么看法？我接下来讲了很多币圈的朋友可能会喷我啦，但是我直接这样讲，比特币不是数位黄金。我们看前阵子比特币可以从12万块、13万跌到最低6万多，最近当然又回来到7万、8万。所以你看到股市在下跌的时候，比特币跌得更厉害。可是黄金不会有这种跌幅。黄金长期来说就是持续上涨，它可能会下跌一段时间，可是它接下来持续上涨。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世界呢，实体黄金是世界各国政府300多个国家有签约，巴塞尔协定3，大家各国有签约，实体黄金就是国际货币，所以国跟国之间是可以用实体黄金交易任何东西，跟美元一样。出大事情的时候，很多的国家不一定要有美元，可是他们一定要有实体黄金。所以但是比特币呢，它只是部分的政府承认它。好，所以的承认不是说在他的国家可以用就承认，是政府自己拥有它，只是部分的国家而已。好，所以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比特币是一种资产。
它其实不是货币，但是实体黄金既是会增值的资产，又是货币。当人类社会如果一些很多信用破产的时候，因为比特币也是交易基在信任上，大家会有共识嘛。对，如果要比共识的话，黄金可是有上千年的历史。对对 ，OK， 这样我大概懂意思。你鼓励大家都要持有大概10%到15%的那个实体黄金。那我反过来问，方法适用于各种人吗？比如说我是一个小资族，刚刚20几岁出来上班，我有存了30-40万，对，那这时候我也要拨10%到15%去买黄金吗？还是我应该努力 all in 0050或是台积电之类不同时段的资产配置有什么不同的考量？这样子，我个人建议不管你今天是小资族，还是你可能有3-4千万甚至更多钱，都应该要开始配置实体黄金，因为那是一个资产的配置的逻辑。当你在钱还很少的时候，你开始这样做，那你在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做。而且当你钱很少的时候，你就愿意配置实体黄金，然后持有5年、10年以上。其实你的黄金也是会增值的，它有的时候真的飙起来，它其实不一定会比股票差到哪去。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不管你今天是钱多钱少，其实假设你只有30万，那你也最好花个3万块、4万块去配置一下实体黄金。了解。有没有什么情况下你会，比如说10%到15%，你会想多买一点的状况，或者是哪一种族群，比如说退休族群，还是怎样的族群会适合再多持有一点？坦白说啦，我也有认识有那种朋友持有到30-40%，那个我觉得都还好。可是我不建议，我有听过，我之前就有一个观众，他觉得世界太乱了，然后他也是有5-6千万的资产，他竟然把80%的资金都拿去买实体黄金，这么多，结果就被我骂了，也太多了。这个也不是不对的，当你把太多的部位都配置在实体黄金的时候，你的心态变成在赌博了。你在赌黄金会继续涨，然后你要来卖它。好，但是有另外一种人是，我也遇过一种朋友是，他只要有赚钱，不管是投资股票还是做生意赚钱，他就把一部分的钱赶快存实体黄金，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回答刚刚有志哥的问题，就是看你的现金流。如果你的现金流不会断炊，那你愿意把比较大的部位放在实体黄金，而且长期放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些稳定的现金流，尤其你没有被动现金流，所以被动现金流是你今天不工作了，还是有钱可以拿。假设我们现在很多存股族嘛，搞不好你手上的所有 ETF 加起来一年有 8%， 好，那你有1000万的话，一年就可以配80万，好，2000万就可以配160万。当你有办法做到这种现金流的时候，那你可以更持有实体黄金更大的比例，那是可以的。可是当你的现金流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最好就是10%到15%甚至20%实体黄金，其他的钱你应该想办法去配置一些会增加被动现金流的标的。了解，像你如果是纯股族，你已经可以被动现金流已经 cover 你的，就是你财富自由了。对，其实已经财富自由。那你那时候你要对抗生活中最大的风险，其实是一些你不可预测那些什么黑天鹅的风险。对，那个黄金是对抗这种黑天鹅风险最好的最佳的。即便没有发生黑天鹅，你只要持有的够久，黄金长期就是上涨。而且它也不会贬值，然后而且可以帮你对抗风险。对，因为逻辑很简单，全世界的黄金是有限的，可是世界各国政府印的钞票是无限的。所以一个有限的东西跟无限的东西，用无限的东西来衡量有限的东西，这个有限的东西只会一直涨价而已。康仁先生，我刚刚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在会前聊天，就是我看到你拿一张小小的卡片，里面也是有那个黄金的，那我看了其实蛮好看的。你当初是你怎么把它带在身上？你去哪边买的？好，我这个也想要跟观众朋友讲哈，就是尤其是小资族就可以买这样子的东西。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呢，很精美，对，就是一个有佛陀的样子。对，就是一个。这个卡不要剪掉哦。全世界公认有一个世界黄金协会，它会认证全世界很多的贵金属生产商。被它认证过的呢它就叫 PMP 的一个认证。认证过的呢，基本上这些贵金属生产商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全世界就可以流通。那这些贵金属生产商呢，他们就会制作这种小金条。好，那所以外面这个塑胶壳叫保卡，所以不要把它剪掉。你只要不要把它剪掉，你拿到全世界各地，人家都认这个东西。后面却写 PAMP，这个是国际黄金协会认证的铸币商的符号。这好像去哪边买啊？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问我这是哪边买。那台银我看过，它只有卖1盎司的，那1盎司现在10来万。但是小一点的，最小像1公克，现在大概4000到5000块台币而已。那或者是像2公克、2.5公克等等。
在台湾有2个最大的贵金属交易商，在中部跟北部呢就是 Truney， 然后在南部呢就是高雄的王鼎。这2个大的贵金属交易商在台湾已经交易30几年，目前没有听过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有卖类似的东西。他们都有从国外进口这个东西进来卖。如果想要买的话，所以这个大概多少盎司？像我手上拿这大概5公克嘛，那你就把一个如果以我们5000块来算，这个大概就2万5，可以大概以4500到5000块来算，1公克大概4500到5000块。除了我先买实体黄金，除了像这个以外，那我应该还可以买什么？是买金项链吗？还是买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发梗图的时候都会发那个金条，有没有金砖之类的？说哇，我是暴富。但黄金的实体黄金的样式好像很多嘛，金币、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都可以。那有什么你比较推荐的？好，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是想要长期持有实体黄金来保值的话，基本上只能买2种东西，一种就是金条，一种是金币。好，那尤其不要去买什么金的首饰啊、项链啊、指环。为什么？因为假设你买一个金项链里面10万块钱里面可能有4到5万。都是店家的利润，店家的成本。等你去卖的时候，他只会用重量来计算，那4、5万是不会还你的。你买的是手工艺，可是卖的时候它是算重量，它是算重量的。所以如果要长期保值，基本上在国际通用就只有金币跟金条2种形式，包含连金豆豆。我知道很多人会买金豆豆，可是金豆豆它并不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储存的形式。对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长期持有实体黄金，基本上就是金条跟金币2种形式。哇，这是很重要的知识。如果要把它当作是资产配置的一环，不要买金项链。对，金项链是比如说爱漂亮，稍微买一点。假设你的黄金已经很多，主要不要买它了。对，买那看喝款好看而已啦。可是如果你是要拿来储存保值的，基本上就只有金条跟金币。把你所有的黄金都戴在脖子上的话，可能也很重吧？对，黄金本身是很重的，出门也要小心一点，有点风险高。OK， 那我觉得像这种实体黄金，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像那个我们最近在报税嘛，对，那我在想，如果你持有实体黄金的话，那它涨价或是要做传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税务上的优势啊？台湾政府现在是有规定，当你贵金属买入之后，你卖出的时候是会课税的。好。可是坦白说啦，很多时候银楼啦，或者有一些交易商，他不一定会上报没有上报的时候就不一定抓得到这个税当然这不一定是对的行为啦然后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实在 Facebook 社团或民间有很多那种贵金属交易的社团我们是新手不懂得怎么辨识黄金，不建议去那边买，可是你可以去那边卖甚至可以用现金就跟大家约好交货，就一手给钱，一手交易。很多时候我也跟我的观众讲，其实这个实体黄金它等于是现金比如说礼拜6日银行没开，你需要钱的时候你是可以在网络上就找个交易对手，然后跟他约在比如说某某捷运站他给你现金，你给他黄金，是可以立刻把东西卖掉或拿去银楼就可以换现金的对。然后实体黄金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就是当你存很多的时候，哪一天比如说卡尔先生这要闭上眼睛之前好，如果我把它给我的这个下一代好，那其实是追踪不到的他不一定有记录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课税上是不一定课得到这个遗产税的。了解哇，实体黄金有这种想不到的优势对 OK。 那最后想请教卡尔先生，就是说如果今天只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记得就是说他其实真的可以认真考虑黄金来作为他的投资组合一部分的话，你会希望他怎么了解这件事情？好，希望让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知道一件事情，实体黄金是全世界最有信用的资产胜过任何一个国家发行的任何的东西的信用所以实体黄金它具有保险功能，而且它有长期保值跟增值的功能所以就真心希望大家可以配置10%、15%到20% 的实体黄金在自己的资产配置里面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现在整个社会的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崩解的时代，其实实体黄金有它不可磨灭的持有的价值。了解哇，今天透过这本书还有卡尔先生真的是了解到很多关于黄金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也打破很多认知，就是说其实不是去持有黄金 ETF， 而是实体黄金，因为你需要它在资产配置上帮你做一个下档保护的作用，让你穿过风险跟一些乱世的可能性的配天的风险。而且最后再补充一句，当你持有实体黄金的时候，
最好以你5年内用不到的闲钱去买。哦，对对对，然后再来呢，真的你缺钱的时候，你可以卖房子、卖股票，就先不要卖你的实体黄金，它一定是你的最核心资产。让你长期持有，用这样的心态来持有黄金，几年后你可能会谢谢你有听到这个节目。了解了解。好，我们今天谢谢卡尔先跟我们讲这么多很棒的内容，谢谢，谢谢，感恩。